啊。哎，下车费还没给呢。啊，这是下车费。就这么点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下车费嘛，就图个吉利，意思一下嘛，没必要这么多吧？意思一下，下车费8万8，一分也不能少，不然休想让我姐下车。小龙，别开玩笑了，之前也没说下车费要这么多呀。开玩笑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吗？之前没说，现在说不也一样吗？哦，对了，改口费6万6，也一分也不能少，不然今天你们别想结婚。婷婷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没错，这也是我们全家的意思。你要是不拿下车费和改口费，彩礼钱再加20万。小姐，我们查到君阳少爷的消息了。什么？你找到君阳哥哥了？他在哪儿？就在渊城，现在正在紫菱大酒店举办婚礼。举办婚礼？他怎么能够跟其他人结婚呢？10年前我们青梅竹马，指腹为婚，只因赵家家道中落，他才流落在外。苍天有眼，让我再找到他，我绝不会把他让给别人。马上给我准备车队，还有10个亿的嫁妆，我要亲自去云城求婚。是。玉梅，婚礼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亲戚们都在等着。先让孩子们举行完婚礼，我们再补上行吗？现在实在是没有准备那么多钱呀。不行，单一结婚，你们要不认账怎么办？哎呦，玉梅，咱们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，孩子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们是什么人，你们也心知肚明，我们绝对不会赖账的。别说那么好听，我不管那些玩意儿。今天啊，要是不拿钱，这婚就别结了，看谁好过谁。反正丢脸的又是你们。就是我们家婷婷可不是随便给一点钱就能打发的，我们养了这么多年，你们才给了38万的彩礼钱，现在所有的亲戚都在笑话我们找了个穷鬼女婿。今天要是不拿钱，婷婷绝不下车。赵君阳，你要搞清楚，在外边追我姐的高富帅多的是了，你一个臭当兵的能娶到我姐是你的福气。这些钱多吗？一点都不多。如果你连这些钱都拿不出来的话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娶我姐。结婚以后我会加倍对她好，把所有钱都给她的。别说那些没有用的，你要有真有诚意，拿钱出来啊！哼，现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等婚一结，你们不认账，我们岂不是打水漂了？今天这事没得商量，少1分都不行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哥，你们怎么还不上去啊？仪式都要开始了，亲戚朋友们等着呢。玉梅，婷婷，我们现在一时半会儿真的没有那么多钱，我们先去结婚好不好？拿钱说话，就这么简单。要没钱，当心耗着，看谁耗过谁。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婷婷，你真要这么做吗？君阳，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，我的那些姐妹们结婚的彩礼不是88万就是100多万，我要这些也不多了。婷婷，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也知道，咱们没必要去攀比吧？当然有必要了，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。再说了，我的要求高嘛，你现在连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我，以后还怎么指望你能对我好呀？婷婷，就算是阿姨求你了，你先结婚好不好？以后就算是砸锅卖铁，我也会把钱补上的。不行，这事没得商量。婷婷，你真的要阿姨给你下跪才行吧？哎，妈，别在我面前装可怜，没用的。我今天只认钱，早知道你们又穷又抠门，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这么婚事。就算你把这膝盖跪烂了，1分钱也不能少。太过分了，雨龙，10年前你高烧到40度不退，打不到车，要不是我哥背着你跑了10里地去医院，你现在早就烧成傻子了。不要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事拿出来，我不管。今天没有20万，你别想娶我姐。现在打感情牌没用的，就这么点钱，你们都不舍得出，穷鬼一个也配娶我女儿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结婚前都谈好了，为什么要临时变卦？我最近谈了个女朋友，花销有点大嘛，买个包不得1万多，那出去吃饭得去高档餐厅对吧？20万很少啊，用不了多久啊。所以你就要为一己私欲，不顾你姐的幸福吗？放屁！小龙现在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好不容易谈个女朋友，没有钱
哪个姑娘愿意跟他？他找女朋友凭什么让我买单？你娶了我姐，就是我姐夫啊！我向你这个姐夫要点钱，过分吗？你连这都不愿意给，你有什么资格当我姐夫？李龙，你现在要20万，以后是不是要30万、40万？我哥不是你的提款机。当我提款机怎么了？你娶了我姐，就得当我提款机啊！我姐这么漂亮，愿意娶我姐，当我提款机的男人多的是啊！婷婷，我是真心爱你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非要这么做？赵俊阳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当姐姐的帮一下弟弟怎么了？别说是20万，就算是50万、100万，只要小狼张嘴，你都得想办法给他弄出来。嫁妆都准备好了吗？价值5000万的金条，1个亿的老坑翡翠帝王绿玉雕，2个亿的古董夜明珠，5个亿的房产合约，还有500万现金。车队都安排，就你做好。好，全速开，一定要赶在君阳哥哥结婚前抵达现场。是。听到了吗？还是我姐最疼我，赶紧拿钱来！你要是没钱，别想让我姐跟你下去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去找这个愿意当提款机的男人。这婚我他妈不结了！妈，走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胡说什么呢？妈，他们这是诚心刁难我们上哪弄这些？婷婷，我知道是我们委屈你，这20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凑齐的。你先把婚礼办完了好吗？婷婷，这婚礼怎么还没开始啊？前天晚上在床上还说要跟我玩点刺激，结婚当天穿着婚纱伺候我，给这个穷鬼好好戴顶绿帽子，我都等不及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这个绿帽龟，我还真是同情你。你当兵这些年，婷婷可寂寞了。要不是我隔三差五的带婷婷去酒店，她皮肤能有这么好吗？不用感谢我，我就当救人为乐。李云婷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要怎么样？要不是张少想要玩点刺激的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你呢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跟婷婷商量好，你来当新郎，我来洞房花烛夜，刺不刺激？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妈，这就受不了了，后面还有更刺激的呢。王八蛋！赵君阳，你要干什么？他可是张氏集团的公子，你敢动他，张少分分钟打断你的腿！哥，妈心脏病发了，快把他送医院吧。妈，赵君阳，你敢走一下试试？你今天要是敢走，把我姐晾在这儿，要是传出去，你让他怎么见人啊？李龙，你要不要脸？你姐背着我哥跟别的男人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她有什么脸嫁给我哥啊？你也不看看他什么德行，就算张少和我姐给他戴绿帽了又怎么样？他算个球啊！我姐愿意嫁给他，他不还不偷着乐吗？有本事他就比张少强啊！哼，要我就受着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敢走，我就叫人打断你的腿！滚开！敢凶我！张少，赶紧打电话叫人打断他的腿！绿帽龟，你今天必须跟婷婷结婚，不然我怎么跟婷婷玩更刺激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少妇才是最好的。都给我滚开！我妈今天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们全都陪葬！好大的口气啊，还陪葬！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？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们先离开吧。刚才不是还大呼小叫的骂我姐吗？现在知道认怂了，想走也可以，拿出20万彩礼，再给我磕头认错。雨龙，你别逼我动手！动手！你要是敢动一下，我就让这老太婆去不了医院。李龙，我只有给你跪下。新一，还有20万呢？我们现在真的凑不出20万。没有20万也行。这样，新一啊，你这也长大了，你陪我一晚上，这20万就免了。找死！好你个赵君阳，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赵君阳，你要造反吗？赶紧给我弟弟道歉！我打的就是他这种出言不逊的混蛋！君阳，难道老子我他妈弄死你啊！反了，还真是反了！赵君阳，你敢打我弟弟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彩礼钱涨了，不是20万，是30万，少1分我都不会嫁给你的。他不嫁，我嫁。
君阳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秦城，是你？君阳哥哥，他不想嫁给你，我嫁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嫁妆，走，现在去领证吧。哎，等等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是张氏集团少爷张天豪。今天这小子得罪了我，在我打断他双腿之前，休想！张氏集团，那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雷管家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处理吧？明白。让张氏集团在云海彻底消失。赵君阳，你上哪找的这些演员？演技这么好，还这么漂亮，一定花了不少钱吧？这些道具做的这么逼真，你有钱找演员，却没钱给我剪，你是真不把我们当人啊！别以为你今天找了2个演员来，你就能顺利离开了。我告诉你，打了小龙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张少在此，还忙不得你们嚣张。我告诉你这个废物，张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爸，张少，你怎么给他们跪下了？爷，我不知道是你，求求你放过张氏集团。张少，你疯了吗？你跟他们跪下干嘛呀？给我闭嘴！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叶氏集团总裁叶倾城，10个张家也不如1个叶家。不可能！赵君阳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认识这么大的人物？李云婷，现在不是你想不想嫁给他的问题，而是你根本配不上君阳哥哥。倾城，先送我妈去医院吧。快走吧，君阳哥哥。君阳哥哥，阿姨现在没什么大碍了，你陪我去见爷爷吧，他也很想你。心怡，你照顾妈，我先去一趟。老爷，君阳少爷来了，我先下去了，有事您吩咐。君阳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来来，谢爷爷。 18年前，我和你爷爷赵九霄结拜为兄弟，亲如一家呀。没想到啊，赵家突然败落了，你也在外流落了10余载，辛苦你了，是我对不起你爷爷呀。叶爷爷，您别这么说。虽然现在赵家就剩你一个人了，可我叶家绝不食言。你和秦城的婚事是我和你爷爷定的，必须履行。秦城。 快点和君阳领证，老头的我才能安心呀！老爷子，这桩婚事我不同意。这桩婚事我不同意。这虽然是您当初定下的婚约，但现在赵家被灭了，他现在已经不是赵家公子，这桩婚事自然不能作数。混账！这里还轮不到你作数。当年要不是赵家相助，哪有今天的叶家？你是想让我叶乾隆失信于人吗？爷爷，您别激动。 倾城现在可是叶氏集团的总裁，赵君阳只不过是刚退伍的小人物，他根本就配不上倾城啊！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不让人耻笑？要是我失信于人，那才叫人耻笑。这事儿没得商量。秦城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倾城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现在以你的身份，哪个豪门阔少不想娶你呀？你要是嫁给这样的一个废物，今后还怎么见人？ 爷爷，我愿意。倾城，你疯了！你就这样答应了？你这是自毁前途啊！好，是我的好孙女，你们现在就去办证。君阳哥哥，我终于嫁给你了，你以后可要对我好一点啊！倾城，谢谢你啊！今天要不是你出现，我妈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往后余生，我会守护你一辈子。 喂，叶总，我们区要尾款的人又被打进医院了，严重吗？差点打断一条腿呀！叶总，再这么下去，我看那笔账是没人敢去要了。我会想办法处理的。君阳哥哥，公司出了一点事情，我得去处理一下。我现在住在地景1号别墅，密码是我的生日，你先过去，等我忙完了就去找定。哎，是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了吗？我可以帮你解决。虎门建工集团欠我们1000万的尾款。 我派人3次去要账，每一次都被打了回来，一次比一次严重。他们就是一群无赖，你要是去的话，肯定会受伤的。我找人去处理就好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的？你可能不知道，虎门建工集团的前身是虎门社团，这几年才洗白。要是论打架的话，没人敢招惹他们，你也惹不起他们的。还是去医院陪阿姨吧。倾城，你如此待我，往后余生。 你的世界我来守护。
么了？哥，你快来医院，有人要把妈赶出病房。啊！这病房是我妈先住进来的，凭什么要让给你们？凭什么？凭老子比你们有钱，凭老子为叶氏集团上了条腿，老子就该享受这么舒服的病房。朝哥说的对，这病房朝哥要，你们马上滚出去，不然别怪我们动手了。心怡，算了，我们把病房让给他们，我们惹不起。哎，这老太婆还挺识相啊。不过刚才是刚才，现在变了，老子腿折了，需要人伺候。老太太，你可以走，这小妞嘛，得留下照顾我。哎，你躲什么躲？老子看上你那是你的荣幸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把我伺候舒服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朝哥，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女儿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君阳，我们惹不起他们。妈，没事的，交给我啊。小子，你要是不想挨揍的话，就赶紧带着这老太婆滚蛋。你们给我滚出去！你说什么？让我滚？嗨，看样子你他妈是真的不想活了。我再说一遍，给我滚出去！这他妈还真想找死！你们俩给我上！你知道我是谁吧？啊，我可是叶氏集团的人，我这条腿就是为叶氏集团受的伤。你要是敢动我，整个云海就没人救得了你。君阳，我们还是走吧，他们得罪不起啊。妈，放心吧，没事。走什么走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完蛋！哼！喂，陈秘书，赶紧过来，我在医院让人打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腿……什么？叶总要来看我？哈哈，那太好了！我告诉你们，你完蛋了！一会儿叶总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叶总来了，指不定收拾谁呢。你知道我这腿是为什么受的伤吗？我那是为叶总受的伤，所以一会儿叶总来了，不管我提什么要求，叶总他都会答应我的。君阳，怎么办？你还是先和心怡离开吧，不用管我了。走，现在走不了了。你们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！小妞，赶紧过来给老子捶腿，伺候好了，老子从轻发落。哎，你躲什么呀？快过来呀！心怡，不用跑，你来照顾妈，我来教训她。君阳，你不要冲动，要是惹怒了叶氏集团，你以后在云海就没法待下去了。妈，放心吧，叶总是个很讲道理的人。这种人抹黑叶氏集团，叶总来了也会教训他。你小子有脑子没脑子？你真以为叶总会因为你一个外人教训我？来，你动我一个试试！我打你了怎么样？你他妈真敢打我！我又动你了会如何呀？你小子他妈敢打我！我告诉你，等一会儿叶总来了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周朝，你要谁生不如死？叶总，你可算来了！就是他他妈快把我打死了！他叶总，就是他抢我妈病房，还有我伺候他。你放屁！这病房本来就是我的。叶总，你看我为咱们公司上了条腿，他们现在还这么欺负我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你确定这间病房是你的？我确定，就凭他们几个穷酸样，能住得起这么好的病房？叶总，你打错人了吧？我打的就是你。这间病房是我亲自选给阿姨的，你说是你的？你亲自选给阿姨的？你被开除了。陈秘书，带他去办离职手续。是。叶总，你饶了我吧！你饶了我，我不知道你跟他们的关系啊，叶总。你应该给他们道歉。对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您饶了我。滚！别打扰我妈休息。再不滚，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我滚！叶总，你给个机会，叶总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他是我的人，打扰到您休息了。叶总，没关系，谢谢叶总。妈，刚刚你昏迷的时候，就是叶总把你送来医院的。叶总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一定报答。阿姨，您不用跟我这么客气的。刚才那个就是药上被打的员工。是啊，你现在知道有多危险。这是手术的费用，30万。病人需要尽快手术，请赶紧把费用交了。30万，
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我没有什么大事。妈，钱的事交给我，你这病不能再拖了。倾城，这笔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。才30万而已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是夫妻，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的。我们结婚的事先保密，等我有机会再和我妈说。听你的。我来帮你要回那1000万没还。我说过了，这件事你处理不好的，你千万不要冒险，以免出了事，爷爷知道了要批评我的。再说了，爷爷的身体不好，不能说自己。放心吧，等我好消息。姐，我们怎么以前不知道赵君阳和叶氏集团关系这么大？张家现在破产了，要是你再和赵君阳没戏了，我们岂不损失很大呀？那你说那个叶总裁会不会真的嫁给赵君阳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就是一土鳖，叶总是什么人？怎么可能会看上他？说的也是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必须谨慎。他毕竟跟叶总裁是有关系的，我们还不能放走赵君阳。我们要是攀上了叶家，我们以后啊可就吃香的喝辣的了。有道理。别看我现在跟赵君阳闹掰了，但是只要我稍微使点手段，他就得乖乖听我的。那我们赶紧去医院呀，免得夜长梦多啊！就凭他也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妈，哎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好女婿啊，我们过来看看亲家母啊。谁是你亲家母？君阳和李云婷还没结婚呢，我们高攀不起你们家。亲家母呀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之前呢，我们是做的有点过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今天特意来道歉的。姐夫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不应该开那种玩笑。哎，这不，你看，我们带着礼物诚心来道歉的。君阳，我跟张天豪真的什么都没发生，那些都是开玩笑的，你可千万别当真。我是爱你的，你别生气了。离我远点，我嫌你脏。有什么话直说，别恶心我。君阳啊，你跟叶总裁之前早就认识，那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俩什么关系跟你有关系？别打扰我妈休息，赶紧给我出去。你和婷婷呀，也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这婚不能说不结就不结呀，有什么事情好好商量呀。还有商量的余地吗？我给不了你们要的钱。再说了，你觉得我会娶一个给我戴绿帽子的女人吗？赵君阳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我李云婷愿意嫁给你，那是看得起你。谁结婚之前没谈过几个男朋友？这点事情你都要计较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李云婷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跟张天豪上床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哥的感受？他去当兵了，留我一个人守活寡。我不过是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，你们至于这么大惊小怪？一点小错误，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？要不是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我真想抽你巴掌。赵君阳，你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我们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找你道歉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居然还是这种态度，给脸不要脸是吗？不要脸的是你们吧？看来你今天是真不打算跟我复合了。我可告诉你，错过这个机会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没有用。想娶我李云婷的人多了去了。那你赶紧去和他们结婚，我没这个福气。赵君阳，你拽什么拽？充其量你不过就是叶总身边的一条狗罢了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赵君阳，你别不识抬举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今天是来跟你复合的吧？你别做梦了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一只癞蛤蟆。我妈需要休息，你们赶紧给我出去。好啊，这可是你先提出来悔婚的。你今天要是拿不出50万来作为赔偿，我就赖在这里闹，大家都别好过。对，拿出50万，哎，我们立马走。你要是没有钱的话，可以找叶总要啊。你们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了？我妈都快被你们气死了！再不滚出去，我可要动手了。怎么着？你现在还想打我了？动一下试试。这老东西要死不死的，死就死了嘛，又不是你亲妈。我妈养我这么大就是我亲妈，你再给我骂一句，你试试。赵君阳，你敢打我？反了你了，老子跟你拼了！赵君阳，你敢打我姐，我弄死你！操！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打死人了！再不滚，我弄死你！赵君阳，你够狠！我等着，我让你后悔的。走，我等着。走着瞧。要早知道李云婷这样不检点，当初就不应该让你们结婚。这不还没结婚吗？亏着没结婚，要不然真被他们坑了。
哥，你跟叶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事以后再说。妈，叶总帮你垫上了手术费，这钱我会慢慢还给他的。叶总是一个好人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报答叶总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心怡，好好照顾妈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对 K 大你，对2，我来找你们项目经理，你们欠了叶氏集团一笔尾款，我来要钱。哪来的傻逼？敢找我们要钱？你找死啊！前面有3个来要账的，都在医院躺着了，还他妈要来，真是不怕死！不想挨揍就赶紧滚！想找死是不是？现在还钱不低，今天要不把钱连本带利给我还了，谁也别想走。妈还装上，我看看是谁找死。不想挨揍就别给我动！你小子敢得罪虎门集团，你是在找死！说吧，去哪能要到钱？有本事你就去找虎爷。虎爷，他在哪儿？虎爷每天晚上都会去皇冠夜总会888号。你今天运气不错，虎爷挑中了你。你要是把虎爷给伺候好了，好做啊，少不了你的。真的？听说虎爷出手很阔绰的，一次能赚好几万呢。只要你能让虎爷天天点你，在云海没有值得你感动的。放心吧，经理，我一定好好努力拿下虎爷的，到时候我再好好报答你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别让虎爷等久。李云婷，原来你在这种地方上班，亏我当初你以为你有多纯洁。不错，今晚把老子陪好了，有赏。定让你满意。好。赵军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放心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好大的胆子，虎爷的包厢你也敢闯，真是不把虎爷放在眼里。小子，趁我还没动怒，赶紧给我滚！你就是虎爷，我是来要账的。你欠的叶氏集团1000万的尾款，结一下。找我来要账？难道你不知道要账都是什么后果吗？你还敢跑过来找老子要账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来人，给我把他腿打断！赵军阳，虎爷你也敢得罪，你今天死定了！你挺能打呀，我这里有的是人，你能打几个？虎爷，这样的人你不好好收拾一下，传出去您的颜面何在啊？李云婷，不想挨揍就别给我滚出去！你敢凶我？虎爷，就是他今天打了我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小子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现在给我跪下，否则等我的人来了，你连跪下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不知道我这功力，虎爷能不能受得了？赵军阳，别以为你这样虎爷就怕了你了！给我闭嘴！臭婊子，给我滚出去！虎爷，我知道你是一条汉子，是讲江湖道理，但欠债不还这事儿不地道，我觉得有损你的名声。干妈了个逼的！哎，跟你说，这事儿你不来，我都不知道，都是几家那帮混蛋干的。我现在就打电话，让他们马上过来处理。你马上给我滚到皇冠夜总会里来！10分钟之内要是没到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赵兄弟，跟你说啊，你这身手真的是不简单呐！哎呀，实在是惭愧，都是我教导无方啊，还请赵兄弟海涵。哎，来，我敬赵兄弟一杯。虎爷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还敢问老子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
叶氏集团那个1000万的尾款是怎么回事？虎爷，那是他们活没干好，我才压了他们1000万尾款的。放你娘的屁！你马上给我去结算。我跟你说，要是他妈少1分钱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我现在就去。哎，等，你之前打伤了我们药账的3个员工，怎么算？赵兄弟，你想怎么惩罚他？你说。要么赔偿300万，要么自断双臂，你选吧。虎爷饶命啊！虎爷，老子今天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么自掏腰包赔300万，随着尾款一起打过去，要么老子亲自断你一臂，你自己选。我出了300万，虎爷。虎爷，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你是我大哥。哎，虎爷比我年长，叫我大哥不合适，我叫你虎哥，你叫我老弟。哎呀，好，荣幸之至啊！哎，赵老弟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报我的名号，在这个云海还没有人敢不给我面子的。虎哥，来。君阳哥哥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我扶你回去休息吧。哎，老婆，钱到账了不？到了1300万，有300万说是赔偿。哥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到了就行。能从虎爷的手里要到钱，君阳哥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君阳哥哥，你醒了，快去洗漱吧，早餐都做好了。没想到我还挺有福气，能娶到美女总裁，还有早饭吃。哼。哎呀，君阳哥哥，你替我要回了1000万的尾款，还喝了那么多酒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不过以后你不要这么冒险了，要是出事了怎么办？虎爷说了，以后会继续和叶氏集团合作，有什么事找他就好了。你吃完早餐去换一下衣服，今天下午有一个酒会，你要穿得正式一点。郑老师，怎么样？君阳哥哥真帅，我们快走吧。走。酒会看起来还挺隆重的啊！当然，这是云海商会举办的酒会，来的都是云海集团的一些大人物。你先自己转转，我去找一些老总聊聊商业上的事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没事吧？臭流氓！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还说不是故意的？你知道我这礼服多少钱吗？对不起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衣服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我这礼服价值5万块，你这穷鬼你赔得起吗？5万块？怎么回事？亲爱的，这个臭流氓不仅把酒泼到我的胸口上，还趁机占我便宜摸我胸。小子，知道老子是谁吗？啊，敢打我女人的主意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占你便宜吧？你不就是看我长得漂亮、身材好、见色起意？你敢说你的手没有碰到我的胸口？小子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碰我女人的胸？哪只手碰的？老子现在就给你剁了扔出去！亲爱的，还2只手都碰了，人家胸口现在还疼呢。你别诬陷我，我根本没碰你。你的意思是我用我的名誉来诬陷你了？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我用我的名誉来诬陷你？我承认是我。亲爱的，你听见了吗？他承认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小子，知道老子是谁？敢打我女人的主意，活得不耐烦了？跪下，给老子的女人道歉，不然我剁了你的手！我承认是我不小心碰脏了你的衣服，但我没摸你的胸。衣服多少钱我赔给你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你们别得寸进尺。你个小瘪三儿，还他妈敢跟我顶嘴？知道他是谁吗？
他可是虎门集团的总经理霍阳，在云海有几个人敢得罪虎门集团？虎爷可是我大哥，你小子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老老实实的跪下来，要不然我剁了你的手。这小子倒霉了，惹到了霍阳，估计这手是保不住。谁让他手欠的？敢摸霍阳女人的胸，找死嘛！这不是？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，不听我也没办法。站住！事情没有解决还想跑？小子，你跑得掉吗？老老实实的跪下来道歉，自己废了自己的双手，这件事我就不追究。再要胡搅蛮缠，我可不客气了。杨哥，我没听错吧？不客气，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一个小瘪三也敢大言不惭？哪里来的小瘪三，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动我一下试试。行，现在扯。站住！谁跟你扯平了？你他妈算老几呀？我忍耐是有限的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又怎样？你信不信我杨哥一个电话叫过来的人，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给淹死？我又泼你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能把你怎么样？我他妈能抽你！你居然敢打我，你简直是不要命了！小子，敢打老子女人，马上给我跪下道歉！在老子面前打老子的女人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你也找茬是吗？亲爱的，你看他多嚣张啊！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你今天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你让别人怎么看你啊？来人啊！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！完了，霍阳动真格了，这小子的腿肯定要被废了。谁让他这么嚣张，还敢跟霍阳对着干？乖乖的磕头认错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这种人见多了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最后还不是死了也没人知道。这个人敢扰乱会场秩序，还敢非礼我，还不快将他双腿打断，扔出去！慢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陈晓，这小子非礼了我的女人，不仅不道歉，还打人，严重扰乱了酒会的秩序。我想打断他的腿，你没意见吗？你是和谁一起进来的？有没有酒会的邀请函？我没邀请函。没有邀请函，那就是来蹭吃蹭喝的喽。陈主管，不要跟这种瘪三废话，直接动手就好了。没有邀请函，竟然敢到这儿来，小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还敢在这闹事儿，赶紧跪下，给霍总和周小姐道歉。我没有邀请函，不代表不能进来。陈主管，你看他多嚣张啊！这简直是不把商会放在眼里。这种地方也是他想来就能来的吗？陈晓，对付这种小瘪三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打。不跪是吧？长得挺高啊！来人，把他拉出去，腿给他打折了。慢着！叶总，这小子没带邀请函就进来了，还扰乱会场秩序，我正准备惩罚他呢。你有什么吩咐？他扰乱秩序，怎么回事？叶总，这瘪三见我长得漂亮，居然见色起意，还敢非礼我，摸我胸。这是真的？当然不是了，刚才不小心把酒洒他身上了，根本没碰他。非礼了还不承认，这种事情我还能说谎吗？我相信他，你们下去吧。叶总，你相信他？叶总，你可不要被他给蒙蔽了，这种人一定是惯犯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动手！你敢动我的人？什么？他是您的人？叶总，他和您一起来的。没错，他是我叶倾城的丈夫。你说他非礼你，你哪里来的自信？你是觉得你长得比我漂亮，还是身材比我好？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居然结婚了，叶总，我怎么没有听说啊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了去了，难不成我结婚还要通知你吗？叶总，就算他是你的丈夫，今天这事儿也没完。哦，你什么意思？别人怕叶家，我们虎门集团可不怕。这小子是您的丈夫，您护着没问题。可是周媛也是我的女人，难道我不应该护着吗？你想怎么样？他打了我的女人，
还弄脏了我女人的衣服，当众羞辱她。今天她要是不下跪，别想活着走出去。我看你找抽！小子，别以为叶总在这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就算是叶总见了我们虎爷，也得礼让3分。今天你要是不下跪，别想活着走出去。你他妈敢打我，狗杂种！老子改变主意了，老子要打断你的腿，让你跪上7天7夜，求老子原谅你！你太冲动了，霍阳是虎爷的人，你打了他就等于打了虎爷的脸，这2次算是结大了。听到了吗，狗东西？就算是叶家在我们虎爷面前也不敢那么放肆。今天你死定了！虎爷来了也是收拾你。你不要以为你要到了1000万的尾款，你就可以得意忘形。这件事我来处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虎爷来了也是抽着你。虎爷来了会抽我？你脑子没有进水了？我现在就给虎爷打电话，看虎爷来了是抽你，是抽你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虎爷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有人打了我，那就是在打虎爷您的脸啊！是啊，虎爷，我们都说了是您的人，他还不将您放在眼里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让您颜面何存啊？虎爷，这件事情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。叶总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这小子不仅弄脏了我女人的衣服，还要羞辱她。我让他道歉有错吗？他不但不道歉，还要动手打人。他把我们虎门置于何地？把虎爷您的颜面置于何地呀？完了，虎爷动怒了，这下就算是叶总也救不了这小子了。叶总居然找这小子做老公，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唉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霍阳，你不要扭曲事实。赵君阳是我的丈夫，今天谁要是敢动他，就是与我们叶家为敌。别人怕叶家，我们虎门可不怕。今天这小子死定了，谁死还不一定呢。事到如今，虎爷在此，你小子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？赶快给我下跪磕头！混账东西，知道他是谁吗？虎爷，他不就是叶总的老公吗？你给老子听清楚了，他还是我的兄弟，你让我的兄弟给你下跪磕头？怎么会？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！我让你做虎门的总经理，是让你给我挣钱的，不是让你在这给我横行霸道、为非作歹的。是虎爷，我知道错了。拿着我的给你这点权利，就在这目中无人，你这是在抹黑虎门集团。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混账东西！还不给老子跪下，给我赵老弟赔礼道歉！赵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！赵兄弟，实在抱歉，公司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改天请你喝酒。哎，虎爷哪里？客气了。还杵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滚！哎呀！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张兄弟，那今天就这样，改天我请你喝酒啊。那我就先告辞了，叶总。虎哥，你先忙。叶总，那我也先走了。你居然跟虎爷是兄弟？那你以为这1300万是哪来的？说你胖你还喘上。哎，你不会真以为我刚才非礼他了吧？谁知道呢？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啊！虎爷，就是他们，把我们人都打倒了。云归海，你他妈是什么意思？在我的港口闹事儿，你找死是不是？老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港口我星海船运是看上，本来想好好跟你谈，可你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用实力说话。哼，小兔崽子，毛都没长齐，就敢在老子面前嚣张跋扈的，哼，让你老子来还差不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你能打，也知道虎门集团以前是干什么，但我也不是白给的。
今天我请来了五龙大师，只要你们虎门集团的人打得过他，这港口我就不要了。老子很多年都没有活动筋骨了，既然你想打，老子奉陪到底。得罪了虎爷。好，五龙大师好身手。怎么样，老虎？愿赌服输吧。这港口以后就是我星海船运的了。哼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还有人。赵总真是年轻有为啊！不仅能抱得美人归，与虎爷也是兄弟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谢谢，赵总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时间可以去我那喝喝茶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！走了，阿东。你现在成了云海的香饽饽了，他们可都是云海的名流，随便结交一个都受益无穷。喂，虎哥，赵兄弟，我现在在港口，那个云归海那小子给我找麻烦，你快来救我！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回事？虎哥那边有点麻烦，我得去趟港口，车我先开走了。老虎，别费劲儿了，五龙大师可是整个东江省数一数二的高手，谁来了都一样。哼。那可不一定，我这个兄弟的实力远在我之上。你们要是能打败他，这个港口就是你们的了。哟，还有人比虎爷厉害呢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是在拖延时间吧？不过没关系，这港口我今天拿定了。你还是乖乖签字吧。哼，这么着急，你怕了吧？笑话，我会怕。本少爷还有很多公事要处理，没工夫在这跟你瞎闹。你要是不签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五龙大师，还得想想办法让他签字哟。虎哥，没事吧？虎哥，没事吧？赵兄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年龄大了，打不动了。得麻烦你了，老虎，这就是你找来的帮手，我看也不怎么样，就他也配跟五龙大师过招？我看是过来送死的吧？就是你们打伤的虎爷，小子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赶紧滚蛋！赵兄弟，这个五龙可是东江省数一数二的高手，你要是打不过就别出手了，大不了将这港口让给他。死在五龙大师手里的高手没有100也有80，五龙大师想杀死你，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小子，看到了吗？这腿你扛得住吧？这点实力还威胁不了我。赵兄弟，我知道你功夫不错，但这个家伙的实力恐怖如斯，我看这次还是算了，就算我认栽了。小子，口气倒是不小，既然你诚心找死，那我就成全。五龙大师，不用留手。在东江省，没几个敢在我五龙面前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扛住我一腿。赵兄弟，你确定能行吗？千万别逞强啊！虎哥放心，对付这种垃圾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我6岁练武，已经练习20余年，已经能够做到真气外放的境界。12路弹腿已经练得炉火纯青，除了我师傅之外，没有人在我面前如此嚣张。气息虚浮，内劲不足，这12路弹腿也是空有其名罢了。这虎虎外行还行，在我面前你。好大的口气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。可别轻易死了，那样可没意思。少废话，还打不打？我还要回家找我老婆。垃圾，真不扛揍！赵兄弟的功夫果然厉害呀，一掌就把他打倒了。这不可能！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打了虎爷就想走？这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别以为有老虎给你撑腰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我管你是谁！敢在虎爷地盘上撒野，打完人拍拍屁股走，没有这种说法。你他妈敢打老子！
老子可是星海传运的继承人，知道星海传运之前是干什么的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周兄弟，还是放了他吧。虎爷，他刚才差点杀了人，一会儿我再跟你细说。滚！小子，你死定了！老子不弄死你就他妈不是人！虎爷，看来你对这星海传运有些忌惮了。星海传运的来头还是不简单啊！云归海的父亲云飞龙当初就是青帮的，青帮的势力，我相信你应该也听说过。如果真的打起来，星海传运也是不好惹的。原来还跟青帮有关系啊！怪不得这么嚣张啊！江湖上从来都不是打打杀杀，而是人情世故。今天的事，云归海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想，哪天我组个局，把云飞龙叫出来，咱们好好谈谈，你觉得呢？行，虎爷，我听你的，走吧。虎爷找你什么事儿？星海传运的云归海要抢虎爷的港口，虎爷找我帮忙去了。什么？星海传运？你有没有事儿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把星海传运的人打了。你把星海传运的人打了？你打了谁啊？云归海啊，还有一个叫古龙。君阳哥哥，你闯大祸了！星海传运的人你也敢惹？虎爷见了他们也要忌惮3分的吧？你打了其他人还好说，你怎么还打了云归海啊？这个星海传运背靠青帮，我知道。虎爷打算组个局，把这个云飞龙约出来，坐下来好好谈谈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这件事你可千万别跟爷爷说，你有什么需要告诉我，我来想办法解决。哎，这件事我能解决，你千万别掺和进来，我怕对叶家不利。你现在是我的丈夫，我怎么可能置身事外，坐视不理呢？查清楚了，赵君阳是叶氏集团总裁叶倾城的老公。我不管他是谁，只要敢跟我星海传运作对，就得付出代价。即便他背后有叶氏集团撑腰，也不管用。这叶倾城可是云海的第一大美人，我正好没有机会下手，这不，机会来了。飞龙兄，有空去云水居坐坐。虎哥约我，当然给面子了。不过你得把赵君阳带过去。哎，没问题，有事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嘛。1小时后，我在云水居等着飞龙兄。老虎约我去云水居，那小子也在。看来老虎不想把事闹大呀。算他识相，看我今晚怎么玩死他。飞龙兄，来，快请坐。老虎啊，坐就算了。我来呢，只有一件事，把这小子交给我，其他的我就不追求了。小子，我说过，我一定弄死你。飞龙兄，这次我们请你们过来谈，那可不是因为怕你们，只是不想把这个事情给闹大，这样对谁都不好。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叫你一声老虎是看得起你，你在我们眼里算个屁啊！别他妈不识抬举。那这么说就是没得谈喽？谈是有的谈，让这小子立马给我磕头道歉，然后像条狗一样把我鞋舔干净，我可以大发慈悲放他一命。虽然你们背靠青帮，但这是在云海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语：强龙难压地头蛇。哼，这要是真打起来，我的虎爪也能撕烂几个人。老虎，你威胁我呢？我云飞龙是被吓大的吗？我要你的港口跟你商量，那是给你面子。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那我只能抢喽。你王虎虽然说是云海的地头蛇，但是我们青帮随便派出一个高手，就能随手捏死你。在青帮面前，你们他妈算个屁呀！对付你，需要青帮的人出马吗？只要青帮放话，你王虎他妈的活不过3天。好，既然没得谈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赵老弟，我们走。虎爷当然可以走，但他可走不了。装逼装上瘾了是吧？又欠抽了。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青帮各个高手如云，比武龙厉害的不知道有多少，要杀死你易如反掌。现在给我磕头道歉，
然后把那小娇妻叶倾城送到老子床上，嘿，让老子好好玩一玩。老子他妈让你爽！赵君阳，当着我的面打我儿子，你好得很呐！我把你老婆送他床上，让他玩玩吧。你个狗杂种，有种你今天杀了我，要不然我一定当着你的面玩死叶倾城那个贱人！你以为我敢杀你吗？够了啊！赵君阳，你以为我们父子是你捏的吗？你要敢杀我儿子，我一定24小时之内让你跟叶家陪葬！赵老弟，冷静啊！行，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，谁好惹，谁不好惹。赵君阳，你他妈敢飞！滚！滚！赵君阳，你有种啊！等我们青帮的人来了，我希望你还这么硬气！废了我儿子，我一定让你叶家陪葬！我要让叶倾城一辈子伺候我儿子！哼，行，我等着。虎哥，走。归海，归海！师傅，归海被人废了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赵老弟，这一次是我连累了你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保你和叶家无恙。虎哥放心，区一个青帮，我还不放在那。云飞龙的师傅就是青帮的长老，听说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化境。你说你再能打，又能打几个？虎哥多虑了，把心放在肚子里。老爷子非要把倾城嫁给这废物，他废也就算了，还能惹事儿，惹谁不好？偏偏惹上了我们叶家惹不起的人，这可怎么办？刚刚云飞龙打电话过来，说要灭了我们叶家，还要我去伺候云归海。你可真是个扫把星！你这才到我们家多久啊，就闯这么大的祸？你知道云飞龙背后是谁在撑腰吗？那可是青帮，整个龙国有几个人敢招惹？老爷子糊涂了，将我们叶家送上了灭亡之路。有我在，他们灭不了叶家。哥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大话？云飞龙扬言要青帮的人过来，到时候就算是虎爷来，也根本没办法抗衡。倾城，青帮没什么大不了，他们要是来，我就摆。摆平？你拿什么摆平？人家可是青帮，在青帮面前你算什么东西？人家动个小手指就能掐死你！离婚！倾城，你赶紧与这个废物离婚，跟他撇清关系。要算账，也只是找他一个人算账。没用的，就算离婚，云飞龙也不会放过我们叶家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。祸是他闯出来的，就让他去云飞龙那下跪，即便是打残了、打死了，也要取得云家的原谅。赵君阳，你这样对得起老爷子吗？老爷子念及旧情，即便赵家灭亡了，也寻找那实景，还让倾城与你完成了婚约。就是这样报答老爷子，报答我们叶家的吗？他就是个白眼狼，不思回报，忘恩负义。妈，你们不要再说了，这一次是你太冲动了，没有想过事情会有这样的后果。倾城，要不是你帮我垫上手术费，我妈的手术也做不了。我很感激你，也很感谢叶老，我怎么会害你害叶家？相信我，不会有事的，我会摆平的。拜见杨老。君阳哥哥，我知道你跟虎爷称兄道弟是有一些本事的，但是虎爷跟秦帮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你明白吗？赵君阳，你要是真的感谢我们家倾城，你就应该自杀谢罪。到时候云飞龙看到我们的诚意，说不定不再会针对我们了。你要是个男人，就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要连累我们叶家。虎哥，什么事儿？我刚得到消息，云飞龙的师傅杨学义已经落地云海了，正在去找你的路上。这事儿因我而起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，我马上就到。我知道了。是不是青帮来了？你还不快
自杀谁罪？赵君阳，迎接你的死期吧。云家主，是他招惹了你们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要报仇找他去。求你放过我们叶家吧。我的儿子被他废了，他是你们叶家的女婿，你们叶家一个也跑不了。我还要叶倾城伺候我儿子一辈子，这就是惹我云飞龙的下场。云家主，这事真的与我们叶家没关系啊！云家主高抬贵手，放了我们叶家，我们叶家愿意出30%的股份送给云家主啊！等我灭了叶家，叶家全都是我的，我还在乎那30%吗？我的命就这么苦啊！我能废了云归海，我就能剁了你。我师父已经来江州了，他是青帮的长老，化境高手。我希望你在他面前的时候还是这么嚣张。我管你是青帮长老还是绿帮长老，他要是来，我照样剁了他。云飞龙，是你抢我的地盘在先，我找你谈，你自以为是。现在你儿子被废了，但是你自作自受，你还有脸来报仇？王虎，你也别想活！老子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但我保证，我死之前一定能拉你一起垫背。王虎，你别自以为是，在我师父面前，你们都是土鸡瓦狗。我师父随时可以捏死你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谁碾死谁还不一定。天津人好狂妄啊！青帮杨学义前来索命。师父，你要为徒儿做主啊！打了你，就是打我杨学义。老夫已经很久没有出手了，居然还有人敢动我青帮的人！师父，就是这小子废了归海，还不把青帮放在眼里，就是在侮辱青帮吗？云飞龙，这一次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有本事就冲我一个人来，让他们全部离开。王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仅要你的命，他们的命我都要！我要让你们都付出代价！杨长老，原本就是云家主要抢夺虎爷的地盘，这才有了误会。虎爷也想要和解的，但是云家主提出了过分的要求，这件事情不能怪虎爷跟我丈夫吧？厅长，到这时候你还替这小子说话，你不想活了？我不管对错，我只知道有人敢动我的徒弟，那就是打我杨学义的脸，在侮辱青帮，必须要付出血的代价！都给我跪下！跪着杀无赦！杨长老，饶命啊！这是真的与我们无关啊！你不跪，真有骨气啊！就是你动手废了归海吗？没错，云归海羞辱我老婆，我就得教他做人，我让他断子绝孙。赵君阳，你这个混蛋！你还跟杨长老犟嘴，还不赶紧跪下！你要让我们叶家灭亡吗？倾城，快跪下！妈不想死，保命要紧，不丢人啊！倾城，妈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就算下跪，他也不会放过我们叶家。我叶倾城宁愿站着死，也不愿意屈辱的跪。哟，你还挺硬气啊！好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们都跪下，一样让你们生不如死。等我灭了他们，我把你留给我儿子，好好的治。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？云飞龙，你要再敢羞辱我老婆，我先弄死你！如果你下跪求饶，我考虑让你死得痛快；否则，我有1万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啊！对了，你不是很在乎你老婆？一会儿啊，我就把你老婆的衣服一件件就扒光，让大家都欣赏欣赏。你怎么不去看你妈呀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！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给我老婆磕100个响头，求她原谅，否则我也有1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说什么呢？让我跪下？你是不是被我们吓傻了啊？把叶倾城的衣服扒光！呀！刷！你好大的狗胆，敢当着我的面动手！老东西，我也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废双臂，然后从这滚出去，否则我让你回不了青帮。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这么说话了，还让我自废双手。之前跟我这么说话的，已经被我灭门了。师父，用不着跟这废物废话了，把他的手脚都打断。我要跟他慢慢的玩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恐惧和绝望。躺在地上了还不老实，那我就先废了。
师傅救我！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完了，叶家真的彻底完了！你已经把我惹怒了，等着受死吧！不堪一击呀！就你这点功夫，称你为垃圾不过。你是什么人？赵老弟竟然一掌击败了杨学义，这实力到底到达了什么境界？玉阳哥哥赢了。你还没资格知道我是谁。虽然你能击败我，但是我们青帮高手如云，我只不过是排名第10罢了。你现在彻底与青帮结怨，你就等着青帮的怒火吧。青帮的怒火，一个小小的青帮我还不放在眼里，你让你青帮的人来一个，就杀一个！好狂啊！我们青帮有数百年的历史，岂能是你一个无名小卒所能抗衡的？小子等着，我现在就通知青帮下弑杀令。一个小小的云海怎么能承受得住青帮的弑杀令？好一个青帮，还敢下弑杀令，想要草菅人命，引发动乱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放肆，不得无礼！真是神龙军青龙战将，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了！参见青龙战将。我奉命巡视云海，得知袁飞龙与叶家的恩怨，整个事情啊，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。本就是袁飞龙为非作歹，有错在先，反被人收拾，还扬言要灭别人一族。袁飞龙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饶命！饶命啊！杨学义，我回你的青帮去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要是再敢来找麻烦，小心我率领神龙军踏平青帮。这是。袁飞龙，你在云海作恶多端，罪大恶极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就地正法。大人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我错了，大人。感谢青龙大吕救命之恩。袁飞龙在云海作恶多端，那是他罪有应得，你们不必谢我。我既然奉命巡视云海，那么自然要除掉这样的毒瘤。今日之事，我既然已经解决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你这个废物！要没有青龙大人的出现，我们叶家就被你害死了。倾城，赶紧跟这废物离婚，日后不知闯出来什么大祸来。妈说的对，志魂必须离，跟他划清界限。虽然这次君阳哥哥是冲动了一点，但他也是为了维护我，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。你想气死我呀？行，你不离婚，我去找老爷子去，我要把他差点让叶家灭族的事情告诉他，我倒也看看老爷子到底答应不答应你们的婚事。啊，爷爷的身体不好，他要是有什么好歹，您能安心吗？这虽然是你们叶家的家事，但是我还得多说一句，赵老弟绝对没你们说的那么不堪。今后赵老弟必成大器，你们若是今天赶他走，迟早是要后悔的。五爷，他是能打，可是他也能惹祸啊。这次是有青龙大怒，那下一次呢？我们叶家赌不起啊。叶总裁比你的眼光要好，怪不得叶老爷子把叶氏交给叶总裁来打理。赵老弟，我就先走一步了，改日再约你喝酒再聚。哎，虎哥，我送你。属下参见龙帅。起来吧，你怎么来了？龙帅，神龙军不能没有您，将士们都很想念你，还请您重回神龙军。唉，我早就厌倦了杀戮，只想做个普通人，让我妈安享晚年。你回去吧，告诉将士们，我虽然离开了神龙军，但龙魂还在，国肉有招，我必回。龙帅，还有一件事，郑北王即将出任云州镇守，我此次巡视远海，也是为郑北王提前了解一下情况。李中原成了云州镇守，这是郑北王让我交给您的邀请函。7日之后，郑北王将来远海举行上任大典，邀请您出席。哎呀，他随我一起征战，先封镇将，再封王。他不在神龙军待着，跑到云州当什么镇守？为了我，真是胡闹！我需要他保护吗？龙帅息怒，此次朝廷有些言论对您不利，郑北王担心朝廷有人会针对你，所以此次特地找大长老说情，来主动调来云州的。我就知道他们会用苏家灭族的事来说事，他们要针对我，
就让他们来，我赵君阳何惧之？清城，这次又给你惹麻烦了。你讲义气，我很欣赏，但是你以后做事情能不能谨慎一点，不要那么冲动。虽然说叶氏在云海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，但也不是谁都能惹得起的。叶氏是爷爷的心血，我可不想叶氏在我的手上毁于一旦。君阳哥哥，你能明白吗？我以后都听你的。累了吧？哎，我给你按摩按摩，技术还可以啊。喂，叶总，我们的会所被人给砸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据说是因为对方不满意技师的按摩，让技师给打了一顿。我们的人把对方也给打了。那个人好像有些来头，结果叫了一群人把我们的会所给砸了。对方还放出狠话，说我们要是再装修一遍，他还会带人砸的。查到对方是什么人了吗？查出来好像是帝都的人，反正来头也不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我们的一家休闲会所被砸了，我得赶紧过去。哎，我陪你去。叶总，坐在那个。你好，我是叶氏集团的总裁叶倾城，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？我早就听说云海叶氏集团的总裁乃是云海第一美女，才貌双全，风姿卓越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你们的技师把我弄得很不爽，所以我才扇了他一巴掌。他居然这样来打我，我可是帝都5大家族周家的少爷，要是传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在帝都混？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，您把这砸也砸了，不知道您有没有消气？我周浩然在帝都都没有受过这样的气，砸一下就消气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这样吧，要么7天之内你们把这里装修好，让我再砸一遍；要么叶总你留下来陪我喝一杯。如果把我伺候好了，这件事儿可以久而不久。周少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这一杯我敬您。叶总好酒量，不过这一杯怎么够？起码得这一瓶吧。周少，这瓶酒要不我来喝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，揍一顿。周少，饶了我！周少，放了他吧，这瓶酒我来喝。叶总爽快，滚！周少，您看这诚意可以吗？诚意当然是够了。既然叶总这么有诚意，其他人都走吧，叶总留下来陪我就行了。周少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想的意思啊！只要你把我伺候舒服了，这件事儿我可以久而不久，要不然叶家就休想安定。还不快滚！我的女人你也敢碰？哪儿来的小瘪三，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？你的女人，你配？倾城是我妻子，你说我配不配？带着你的人，给我滚！小子，你够胆，敢在我面前嚣张！你说她是你妻子，好啊，那我就在你面前把她扒光，让你好好看我怎么玩她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你信不信？你说她是你妻子，好啊，那我就在你面前把她扒光，让你好好看我怎么玩她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你信不信？是吗？小瘪三，你敢打我？来人，给我上！我警告你啊，今天的事就这么算了。你要再找叶总麻烦，我让你出不了云海。狗东西！我要是不让叶倾城跪在地上求我玩他，不让你生不如死，我就不记住。你醒了，正好，吃药把姜汤喝了。你昨天晚上什么情况？我把周浩然打了一顿，把你带回来了。你算了，反正昨天那个情况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是周家是帝都豪门，我们叶家根本惹不起。喂，
爸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招惹的帝都周家？周家的人扬言要我们叶家付出代价，你们赶紧回来给我说清楚。怎么了？果然周家开始报复了，电话都打到我爸那去了。先吃点东西吧，我陪你一起。你个扫把精，还有脸回来！我之前说什么了？让你赶紧跟着霍焕离婚，你不听，现在怎么着？又闯祸了。之前得罪了青帮，现在又得罪了帝都的周家。周家可是龙国5大豪门之一呀！咱们叶家在人面前就是蝼蚁，人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你！居然打了周少，现在周少还在医院里面躺着。周少说，这件事要是不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定让我们叶家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周浩然让我去伺候他，君阳哥哥是为了保护我才打了他。这件事情，君阳哥哥做的并没有错。他是救你，但他也害了叶家。再说，周少是什么人？5大豪门之一的少爷，你要是跟了他，别说在云海，就是在整个云州也没人敢招惹，总比跟这个扫把星强吧？爸，您说什么呢？你爸说的没错，你要是跟着周少，我们叶家就飞黄腾达了，比跟这废物强。他除了给你带来灾难，屁用都没有。这件事情我能解决。解决？你拿什么解决？之前要不是青龙大人出现，我们叶家就被你害死了。你除了在这说大话，惹了麻烦让我们叶家给你擦屁股，你有什么本事？周家的势力比青帮还要大，你连青帮都对付不了，还妄想对付周家？好，你来解决。那你现在就去周少的面前下跪求饶，给我们叶家一条活路。青城，这次你一定得听妈的，赶紧跟这废物离婚，然后去找周少。只要周少能消消气儿，这事情有转机。周浩然对倾城虎视眈眈，你让倾城去，那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什么羊入虎口？倾城跟着周少比跟你这扫把星强多了。你除了给他带来灾难，还能带什么？妈，您别说了，我是不可能去伺候那个什么周浩然的。你这孩子，你想眼睁睁看见叶家灭亡吗？好了，什么灭亡？京城，叶家出什么事了？沈叔好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来参加云州镇守上任大典。云州镇守上任大典？对呀，难道你们叶家没有听说吗？新任云州镇守乃是神龙军龙帅麾下之女，现在被调任云州镇守，6天之后将会在云海召开上任大典。这是邀请函，你们叶家没有收到吗？我们没有听说，也没有收到邀请函。不应该啊，你们叶家可是云海数1数2的家族，怎么会没收到邀请函啊？对了，阿姨，你刚刚说灭亡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沈少，别提了，这个废物惹了咱们帝都5大豪门之一的周家的周少，现在这周少要对付我们叶家。他是谁呀？我是叶倾城的丈夫。什么？倾城，他是你丈夫？你结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，他是我的合法丈夫。这件事情没有必要通知你吧？什么合法丈夫？我们可没承认，他俩啥关系都没有。倾城，你可是云海第一美女，更是叶氏集团总裁，就连我你都拒绝了，你居然嫁给这样一个废物！你知道我今天来是为了什么？你看这条项链名为永恒之心，价值1000万，还有这个手镯极品帝王绿制作，价值500万。要是再加上这云州镇守上任大典邀请函，这种无价之宝，你觉得我的诚意还不够吗？沈少真是出手阔绰呀！这邀请函真的可以给我们吗？阿姨，邀请函我们沈家有2张，既然叶家没有收到，我给叶家1张也无妨。只要倾城愿意跟他离婚，然后嫁给我，这些都是叶家的。另外，我与周少也算是有些交情，周少与叶家的事我可以解决。沈少跟周少都还有交情？那是，我们沈家可是云州省3大豪门之一，与帝都的周家也有些生意上的往来，一来二去的也就认识了。只要我肯出面，我相信周少还是会给我一个面子的。倾城，赶紧答应沈少跟这废物离婚。倾城，你知道这邀请函意味着什么？只要参加了云州镇守的上任大典，就有机会见到镇守大人，才能有攀附镇守大人的机会。这对于叶家来说也是求之不得。是啊，
要是能给镇守大人留下一个好印象，那对叶家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！镇守大人可是镇北王，身后更是神龙军的统帅。龙帅目前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有了镇守大人当靠山，那就背靠龙帅，这样的机会多少人求都求不来。京城，你真的要错过？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。京城，这废物有那么好吗？我对你可是真心诚意的。这样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不就是邀请函吗？你以为就你有吗？我这也有一张邀请函，这含金量应该比你的大吧？俊阳哥哥，你怎么会有邀请函？你这扫把星怎么会邀请函？今天早上有人送到地景1号别墅，你那会儿睡觉呢，我就帮你收下了。他不说，我都差点忘了。原来不是送给你的，是给我们家倾城的。看来叶家不是没有收到。我说嘛，就凭我们叶家在云海的地位，怎么可能收不到邀请函呢？有了这邀请函，我们也能见到镇北王了，这可是太好的机会啊！据我所知，镇守大人的邀请函可没有这样的。你确定这是真的？沈少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邀请函还有假的？邀请函就只有我手中这种红色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金色邀请函。被我说中了吧？你们好好看看这上面的内容，上面写着邀请龙帅莅临。难不成你是龙帅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伪造邀请函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自称龙帅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？要是让镇守大人知道了，直接就可以将你就地正法。你这个扫把星，你竟然敢伪造邀请函！你陷害叶家还不够吗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从虎爷那儿得到的消息。镇北王要来我们这边，所以说你就得了这邀请函，你想通过他去对付周少，这就是你说的你来解决，你这是将叶家置于死地啊！倾城，你确定还要跟着这样的男人？这种人不仅没有本事，还只会连累你。我劝你趁早跟他离了算了。倾城，这邀请函是真的，我没必要骗你。你还敢说是真的？要不是沈少在这里及时揭穿你，拿着这假邀请函，我们叶家就被你害死了。小子，我劝你自己离开倾城，倾城不是你能够配得上的。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别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这跟你有关系？倾城，我知道你是讲情义的人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周少与叶家的事，我也可以做中间人。我现在就去找周少，你等我消息。叔叔阿姨，我就先告辞。倾城，这沈少多好的人呐，不介意你结个婚，还愿意帮你处理与周少的恩怨。你脑袋瓜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？这三星有什么好的？俊阳哥哥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这邀请函是哪里来的？真有人送我的，我没骗你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上面为什么会写龙帅？俊阳哥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和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在神龙居服役过5年。编，你就继续编。你不过服役了5年，怎么就改叫龙帅了呢？我们去看爷爷吧。怎样，倾城，你们俩还适应吗？放心吧，我们2个挺好的。好，爷爷的身体不行了，最大的念想就是能看到你和倾城有自己的孩子，也算赵家有后了。我会努力的。倾城，别每天光忙工作，有时间多陪陪君阳，早日完成爷爷的心愿。爷爷，我知道了，您安心养身体吧。能看到赵家的后人，爷爷在九泉之下见到九霄兄，我也能交代。周少，你怎么样了？沈书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周少，昨天晚上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不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吗？我可以把叶倾城搞到法场上。这点小事我需要你帮忙。周浩然要连这点事儿都顶不住，挺让人笑话。周少的实力当然毋庸置疑，但是周少别忘了，再过几天就是镇北王的上任大典，如果动用周家的势力，那动静会不会太大了？影响到。说的有道理。
那你有什么计划？我来安排个酒局，到时候把他叫过来，然后，来了，京城啊，今天我可是求了周少很久，还把周少请过来了，你可要好好招待。周少，这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您看，想要解决可以，第一，让我打回去，他上次打了我，这次更狠。第二，把这些酒全部喝下去，只要照做了，我可以不同意。赵军阳，你听见了？周少的条件不难，如果你真的对京城好，那就照做。周少才不放过叶家。你说话算数，本少说话自然算数。好，先打还是先喝呀？君阳哥哥，不要。你不是不让我忍吗？既然这是个解决方法，为什么不打？没事吧？这就打完了？猪头嘛，这么硬。没事。不，我同意。没事。酒里有毒。什么？没错，所有酒里都有毒。没有想到你只喝一瓶就喝来了，厉害啊！给我狠狠的打！你以为他还有救吗？哎，京城，你可不能走。沈书海，你想干什么？叶倾城，是你先给脸不要脸，老子追了你那么久，你都没有同意，你现在居然要嫁给这样一个废物，我哪一点比不上他？既然你看不上我，那我就只好将你送给周少了。君阳哥哥虽然没有钱，但是他会保护我，不会像你这么恶心。保护你？他现在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没看到他逃了吗？啊！现在没人能救得了。你无耻！贱女人，还敢打老子！我给你脸了！周少，这个女人就好好享受吧。书海啊，你追了她那么久，都还没尝过她的滋味儿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这样吧，等我玩够了之后，我就把她送给你，到时候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多谢周少，那我就先出去了。我死给你看！想死啊？你随意啊！你要是死了，我就送你爸妈还有你那个病鬼爷爷下去，让你们叶家团聚。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就杀了你！你想杀我？啊！朱浩然，你找死！我要让叶家灭族，那我就先灭了你。叶家一定会追责。居然哥哥，不要！要是杀了他，就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叶星辰，算你识相，我你彻底惹怒我，我要让叶家跪在我面前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把赵军阳杀了，要么叶家灭族。周浩然，我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如果你继续咄咄逼人的话，我就算冒着叶家被灭门的风险，我也会让你陪葬。你给我记住了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你要再敢打我老婆主意，我保证你们周家人来之前看到的是你的尸体。居阳哥哥，我们走。
喂，朱哥，我被人欺负了，麻烦您来一趟云海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清城，什么都不用想，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，剩下的事我来解决。虽然说这件事情是沈书海与周浩然的错，但是若是他们要对付叶家，叶家根本就挡不住。我现在怎么睡得着啊？这不有我吗？他们要对付叶家，得先过我这关。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不是所有的事情打架都能解决的。我不想跟你说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喂，张总，什么？你要取消合作？我们之前的合作不是一直都……喂，张总。喂，徐总，你怎么要取消合作呀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周家与沈家开始报复了，之前答应跟我们合作的都取消了合作。他们取消合作那是他们的损失，他们一定会后悔的。他们后不后悔我不知道，但是叶家现在的各个项目被迫中断，对于我们叶家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。你让我怎么向爷爷交代？我刚得到消息，与我们合作的合作商全部都取消了合作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沈少不是约周少出来让你们去赔礼道歉吗？怎么突然会这样？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真是你不把叶家彻底害死，你不甘心呐！这件事不能怪君阳哥哥，沈叔还给君阳哥哥下毒，还让周浩然强暴我。要不是君阳哥哥的话，我现在能不能回到这里都不知道呢。沈书海给你下毒，那他怎么没死？清城，你要是跟了周少，那什么都有了，咱们家也能更上一层楼了，有什么不好？你要是主动一点，他也不会给你们这么强的。你这说的是人话？你要不是倾城他妈，我现在就给你一巴掌。还敢打我？我看你反了！你别以为仗着老爷子撑腰，你为所欲为。要是我告诉老爷子，你差点让叶家灭族，他一定会被气死。赵君阳，你要是个男人，现在就去自杀谢罪，不要连累我们叶家。一个沈家我们都惹不起，更不要说一个周家。只有你死了，这件事才能算有一个了结。我去自杀谢罪，他们受得起吗？该自杀谢罪的是周浩然和沈书海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让周少和沈少自杀谢罪？事到如今，就算你是赵家的少爷，你也得罪不起周家。就凭他们对倾城下手，就凭他们对我下毒，他们就该死。大人刚得到的消息，周家周浩然与沈家沈书海竟然给龙主下了毒，并且还要对龙帅的夫人用枪。还好龙帅内功深厚，把毒给逼了出来，这才没有让他们的奸计得逞。敢对龙帅下毒，周家与沈家是想被灭族了吗？周浩然与沈书海被龙帅打了一顿之后，现在正在进行报复叶家。叶家的合作商与企业都已经取消了合作，而且周家周九龄正在赶往云海的路上。莫说一个区区的周九龄，就算是周家的老家伙来了，有休想动龙帅一根毫毛。传我的命令，告诉周家与沈家，在郑美王上任期间敢闹事者，杀无赦。另外，告诉那些与叶家取消合作的家伙们，继续履行合作，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是。死不悔改的东西，完了完了！青龙大人不是还在云海吗？我们去找青龙大人，青龙大人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对呀，青龙大人一定会帮助咱的。清城，如果你不愿意跟周浩然，那你去求求青龙大人吧，这总可以吧？青龙大人乃神龙军战将，战功赫赫，为人正直，是个大英雄，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？就算倾城愿意，你问青龙他敢不敢？你给我闭嘴！全世界就你最厉害，连青龙大人你都不放在眼里，你可白眼了。之前要不是青龙大人出现，你早就被青帮给杀了。倾城，你跟青龙大人
人还有这样的关系？你怎么说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向你赔罪。沈书海，你说什么？倾城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替我在青龙大人面前说说好话，我马上就来向你当面赔罪。是不是沈家提出了什么过分的要求？倾城，无论什么要求，只要能保住叶家，你一定要答应下来啊！是啊，倾城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千万不能错过机会啊！一定要抓住。沈书海说要来向我们当面道歉。什么？沈书海给我们赔罪？你没有听错吧？我听得很清楚，他说我认识青龙大人，难道是青龙大人在帮我？这个今天就是我的事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一定是上次青龙大人见过你之后看上了你，所以啊，主动帮助你。倾城，这可是天大的机会啊，你一定不能错过呀！叶总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求求你原谅我们吧，我们愿意支付之前3个月的违约金，我们给您磕头了，叶总，只求你原谅我们。我们要是知道你与青龙大人是这样的关系，打死我们也不敢违约，取消合同了。是啊，叶总，求求你原谅我们吧。青龙大人说了，要是您不原谅我们，就让我们俩消失在云海。你们快起来吧，既然你们愿意继续履行合同，那我就不追究了。多谢叶总，叶总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有下一次了。那个违约金，我们一定会打在叶氏集团账户上的。那叶总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清晨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青龙大人的手段，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左右一个家族的生死，就可以让他们跪地求饶。这么多机会摆在面前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今天晚上你就去感谢青龙大人，要是能发生点什么，那就更好了。说什么呢？我的确很感谢青龙大人，但是我不会答应追随青龙大人的。镇长，省长，我是专门来赔礼道歉的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倾城也是你配叫的，你不配，叫我叶总。另外，我不想看到你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叶总，之前是我糊涂，但都是周少让我这么干的呀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还请您在青龙大人面前多美言几句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告辞了。哎，拿着你的东西滚！爸妈，我想休息了，你们也回去吧。走。什么？青龙战将居然替叶家说话？难道我这个打就白挨了吗？这青龙战将毕竟是龙帅身边的4大战将之一，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。而且镇北王上任大典在即，青龙战将负责云海的治安，现在我们与他对着干，对周家不利。而区区叶家，想要灭他们，还是有很多办法。行吧，既然不能先动叶家，那就先动赵俊阳。九哥，麻烦你走一趟，把赵俊阳带到我面前来，我要好好折磨死他。少爷放心，他会像狗一样跪在你面前磕头认错。叶倾城，你给老子等着，等这阵风头过去，看老子怎么玩死你！君阳，你外公气势大寿，我们得去祝寿。妈，他们都这样对我们，我们还有必要去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他始终是你们外公，不管他们接不接受我还是得去一趟。我知道。吓我一跳！哎，我出门一趟。你要去哪？我外公七十大寿，我妈让我陪他去。我外公一家向来看不起我们，所以我准备买一份寿礼，这样的话我妈就不会被羞辱了。你什么时候去？我抽空陪你一起。真的？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？我现在可是你的妻子，当然要夫唱妇随。哎，现在也是时候向我妈公布我们的婚事了。我妈要是知道有个这么漂亮的儿媳妇，肯定会高兴的，而且寿礼也备有面。我没时间陪你去买寿礼了，你拿着这张卡去刷吧，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记住了，不求最好，
但求最贵，我可丢不起那人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你就是赵君阳啊？没错，你是谁？在下周家周九龄，就是你打了我们少爷。现在就抓你去他面前磕头认罪。上。回去告诉周浩然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他要是不听劝，我不介意周家在帝都消失。有点本事就敢口出狂言，就凭你，就凭，你等一下，让我把话说完。说，就凭你也敢灭我们周家，你是不知道我们周家有多厉害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。说完了，说完了。把我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告给周浩然。我们这里的珠宝啊，都是顶级大师设计的，要是买不起啊，就别看了。出门走拐有精品店，那里面10块钱的假货多的是。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？我多看看不行吗？多看一看，无非也就是看哪件便宜一点。买不起啊，看再久也没用，1分都少不了。我要这个。这件要80万，你买得起吗？你什么态度啊？我买不买得起，你说了算吗？哟，兜儿比脸都干净，嘴倒是挺硬的。你在这里拿我寻开心的，要是买不起啊，浪费我的时间，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。哎呦，霍总您来了，您看买点什么，我随便挑。想要什么，宝贝儿，随便去。这位美女的气质真好，我觉得这条项链就很符合您的气质。哎，这条项链是我先看上的，你为什么给她呀？就凭我们霍总是这里的尊贵 VIP 客户，每次来至少都消费50万元，是你这种穷鬼能比的吗？哟，霍阳啊，挺滋润啊，最近又换老婆了，这是？就凭你这穷鬼，也配直呼霍总的名讳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虎门集团的总经理。你他妈给老子闭嘴！霍总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不就一穷鬼吗？他是叶氏集团总裁叶倾城的老公，是虎爷的亲兄弟。虎爷来了都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他是穷鬼，那你算什么东西？给老子跪下磕头认错！对不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哎，没事，不用了，起来吧。赵总，这个贱人眼瞎，有眼不识泰山，你消消气儿啊。这条项链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来买单。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自从上次过后，虎爷对我的态度一直不好，还请您帮我在虎爷的面前多美言几句，小弟感激不尽。这个玉符多少钱啊？这件180万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赵总打包啊！这算我头上。我妈还缺一条像样的项链，哎，有没有合适的？这件最合适。我妹妹想要条手链，有没有20多岁小女孩适合戴的手链？这条最好。有眼光，那就装起来吧。是。霍总啊，那就辛苦你了。放心，我会在虎爷面前多美言你几句的。谢谢赵总。这是给你买的项链，妹妹，这是给你买的手链。咱们要参加宴会，总不能太寒酸吧，不然又让他们羞辱了。这些都不便宜吧？哥，这个手链好漂亮啊！我之前看到过，好像30万呢。你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能带出去吗？说出去丢人。君阳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不会干了什么犯法的事吧？妈，你放心吧。我之前帮别人一个大忙，这是他送我的礼物，我只能收下了。还有，这是外公的寿礼，我看这次外公和舅舅还能说什么？这得多少钱呀？反正不便宜。哎，对了吧，一会儿还有一个惊喜给你。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星爷，帮帮我，他们要打死我！是谁啊？文斌，
你又去赌了，我跟你早就没有关系了，你给我出去！姐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呀！就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，我求求你啊！黄润斌，这就是你说的女朋友呀？长得确实不错。不过你说你们在一起1年，你没碰过她，她还是个处，真的假的？一个千真万确呀！他特别的保守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回头也就跟我亲个嘴。他真的是个处！飞机哥，要不你把他带走，他们俩去，行吗？黄润斌，你个混蛋，居然还要抵押我！哼！在你身上花那么多的钱，到头来你就让我牵个手，连亲个嘴都推三阻四的。现在老子把你去还债，天经地义！你无耻！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交往。呸！老子才瞎了眼呢，在你身上让那么多的事情，到头来我什么都没有。既然老子得不到，那就让别人好好的玩弄你吧。这巴掌是替我妹妹打的，这巴掌是替我妈打的，这巴掌是我打的。长这么大我都不敢凶他一句话，你他妈敢欺负他？谁给你的胆子？现在马上给我妹妹跪下磕头道歉，否则我卸了你的腿！你别乱来啊！要不然我报警了！不信你试试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这混蛋欠了你的钱，你去找他要。要是敢打我妹妹，你今天谁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。小子，敢对我吆五喝六的，这小子说了，拿你妹妹过来抵债。今天呀，别人我不管，你妹妹我必须带走。你们几个带走！我看谁敢！给我上！他敢阻拦，打断他的腿！是。小子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可是虎门集团的人。得罪了虎门集团呀，你离死不远了。虎门集团怕了呀，给我跪下，然后呀，亲自把你妹妹交到我手里，否则呀，我一个电话就让你们消失。口气这么大，虎爷知道吗？叶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都给我滚出去！叶总，别人怕你，我们可不怕。而且呀，今天我们是来河里要债的，要不到钱，你说我们回去怎么交代？谁欠你们钱，你们就去找谁，在这里胡搅蛮缠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叶总，你的话可威胁不了我。我们虎门集团可不怕你的夜市啊，叶总，您今天还是别多管闲事了吧。虎爷要是动怒了，叶总你可承受不起啊。虎哥，一个叫飞机哥的人现在在我家闹事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个混账东西，我马上就过去。你小子算什么东西？装模作样给虎爷打电话，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。我看是你活腻了。喂，虎爷。你给老子待在原地别动，老子现在就过去。虎爷马上就到，你小子呀死定了！你可别高兴得太早，一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叶总，这小子和你什么关系呀？你这么护着他，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还是想一想，等虎爷来了，你要选什么样的死法？叶总，您当我是吓大的？虎爷不舍得让我死，你呀真会开玩笑。叶总可没有开玩笑，你自己选择一个死法吧。虎爷，就这小子，连您都不放在眼里，简直就是不知死活啊！你才是不知死活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的兄弟，你敢在我兄弟家里闹事，你他娘的是活腻了！虎爷，我不知道他是您兄弟啊！虎爷，放过我吧！虎爷，你应该给我兄弟磕头，他俩如果不原谅你，今天就给我一直磕下去！大哥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，大哥！现在知道害怕了。滚！自己废自己一只手，如果让老子动手，老子把你活埋了！滚！是。还干嘛？滚！赵老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又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们今天家里聚会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。叶总，告辞。今天先废你一条腿，给你长长记性。再敢碰我妹妹，我他妈把你这条腿给废了。哥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黄润斌是这么混蛋的一个人。小丫头，跟我道什么歉？
你没事就好。君阳，这个虎爷又是个什么大人物？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妈，还有一件事儿，给你准备个惊喜。我和倾城已经领证了，她以后就是你的儿媳妇了。哥，这是真的吗？你不信啊？问你嫂子。叶总，你真的是我嫂子？我跟君阳哥哥确实是领证了，之前是因为时机不够成熟，所以没有告诉你们。真是太好了，君阳能够娶到你，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！妈，倾城也跟我们一起参加外公的寿宴，他可是特意腾出时间来给你撑场面的。好，好。倾城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项链。你该不会是拿我给你的卡去刷的吧？这也太没诚意了。你的卡我没动，是霍阳那个大冤种买的单，我也算是借花献佛吧。喜欢吗？还行吧。嗯，走吧，咱们去参加寿宴。爸，我们来给您祝寿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谁叫你们来的呀？我这里不需要你的祝福。爸，是我让他们来的。您过70大寿，他不来也不合适。不过你们来晚了，就在那站着吧。我妈诚心诚意过来祝寿，你让我们站着？你这是什么语气啊？你妈就是这么教育你给长辈说话的啊？真是没教养！你看看你表哥，你跟他好好学习学习。你表哥是名牌大学毕业，现在在叶氏集团旗下的公司做销售总监，不像某些人，哼，高中还没毕业就去当兵，现在还是一事无成，废物一个。爸，你拿一个废物跟我比，有什么可比性啊？这垃圾就应该跟垃圾比。他现在啊，连我一根手指头都不如。说的是，他就是垃圾。你是我们柳家的荣耀，哼，岂能相提并论？爸，这是我给您送的寿礼，一尊玉佛，请您收下。玉佛？爸，你以为这玉佛是真的啊？就凭他家现在这个条件，这玉佛啊不会超过100块钱的。你要是拿一尊假的玉佛来给我祝寿，那就是来给我添堵，诚心来气我。外公，这个玉佛就是真的，要180万呢。180万？你真敢说啊？这东西啊，我看是180块吧。这玉器什么时候掉成白菜价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拿一尊假的玉佛来祝寿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赶紧拿走扔了。你哪只眼睛看它是假的了？别说180万了，就算是18000，你们家也得省吃俭用好几个月吧？你们家什么水平我还不知道，在我们跟前装什么算？小明，这玉佛真的是180万买的，你仔细看看，不是假的。哎呀！啊！这可是180万的玉佛呀！你自己没拿稳，这可不能怪我吧？再说了，一个假东西碎了就碎了。这个玉佛就是真的，你现在打碎了必须得赔。哎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就开始讹人了。爸，你看看，这是来给你拜寿的吗？这纯属是来添堵的，是不是？拿着一个假东西，硬说是180万，还让我们赔，你说这是讹人不讹人？岂有此理！你就是这样来给我祝寿的吗？赶紧都给我滚出去！你以为我们想来吗？我妈念在亲情给你祝寿，你们这样做，行，我们赔。这佛你必须给我赔。你们还敢讹钱？信不信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，关个10天半个月的？睁开你的狗眼，看清楚这是不是真的。这不可能！你们能买得起180万的玉佛？你们可真是做戏做全套啊！就靠这个假的证书、假的收据，就这2样东西就够你们蹲大牢了。小明啊，这种人给他客气什么？直接打电话报警，把他们抓起来！敢讹我们，真以为我们没见过世面，这么好忽悠啊？哼！你是叶氏集团哪一个分公司的销售总监？森然公司。怎么了？怕了？怕了就赶紧跪下来给爷爷磕头求饶。爷爷可以选择不报警，不然就等着蹲大牢吧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要么赔偿180万，要么丢工作。我只给你10秒钟的时间考虑。你谁呀？还能让我丢工作？还有5秒钟。小明，你还以为他们真能把你怎么样？直接报警，赶紧让他们滚蛋，省得扰了你爷的兴子。懒得跟你们废话。现在立刻马上把你们公司的销售总监柳宁给我开了。你刚才跟谁打电话？你们公司的董事长。演的还挺像，还跟我们董事长打电话。能命令我们董事长的只有叶总，难不成你就是叶总？你还猜对了。
赵君阳，你找的女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就她，叶氏集团总裁，就凭你赵君阳？我看你脑子进水。我看你们是穷疯了，拿一堆假玉佛来拜寿就罢了，现在还冒充叶氏集团的总裁，我看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是你们。你好，董事长，你被开除了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喂，董事长，现在相信了吧？叶总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对不起，叶总，我永远不识泰山，你不要开除我，叶总。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刚才高傲的样子。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。小明，这怎么了？他们真是叶氏集团总裁吗？这不可能啊！叶氏集团的总裁怎么能看上赵君阳这个废物？你快闭嘴吧！君阳，姑姑，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帮我求求情好不好？你现在知道错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行了，赶紧起来吧。君阳啊，没想到现在这么出息了。来，陪陪工作。哎，不用，我们家没这个福气。刚才啊是个误会，和你开玩笑呢。这孩子你还当真了？开玩笑，外公，一点也不好笑。喂，今天要么赔钱，要么丢工作，你自己选。妈。你淑媛呐，难道你还让你爸给你跪下不成吗？小明找这份工作他也不容易呀，你大人大量啊，你就饶了他吧啊！淑媛，刚才呀是我不对，我在这里给你道歉。你看小明现在工作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你就给他求求情，别开除他了，好吧？哎，君阳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妈，你还是太心善了。既然我妈开口，今天就算了。今天暂且不追究，以后要是表现不好，随时让你滚蛋。是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少爷，那小子的实力远在我之上，想要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。而且他还让我给您带一句话，说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否则让周家在帝都消失。啊！好大的口气，居然敢威胁周家！他不过就是身手厉害点罢了，也敢灭周家？周少，青龙战将发话了，他让与叶家取消合作的人去叶家下跪求原谅。这么看来的话，青龙战将与叶家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呀。青龙战将居然对叶家这么上心，难不成青龙战将看上了叶倾城？哼！不过就算有青龙战将庇护又如何？敢威胁整个周家，那他就得付出代价。九哥，麻烦你走一趟，立刻将这件事情告诉爷爷，事关周家荣誉，爷爷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。等等，我们连请帖都没有，来这里干什么？要是在这里闹事，你知道什么后果？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幸运有青龙战将的出面。我看你这废物，不将叶家害死，你是不会甘心的。君阳哥哥，你不会真的要进去吧？我们没有请帖是进不去的，你就不要再闹事了。放心吧，我不需要请帖，直接刷脸就能进去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刷脸进去？这里可是镇北王就任大典，你在这里闹事，天王老子哪里救不了你？老爷清场，咱们走，免得牵连咱们，脑袋抽筋才来这里。哎，你们相信我一次，这一次不会有什么事的。相信你，要死你自己去死。他真的进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过去看看，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倾城，快进来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他们真的没拦咱们？哎，是不是青龙战将嘱咐好了，等叶家人来了直接放行啊？应该是这样，不然我们没有请帖，为道理不出他们。这跟青龙有什么关系？这地方我想来就来，谁也不能。你们连邀请函都没有，怎么混进来会场？当然是走进来的。你就是赵君阳啊？还以为是有什么三头六臂，竟敢叫嚣着要灭我周家。若不是镇北王的救人大典，你以为你能够活到现在吗？你谁呀？在这乱叫，信不信我抽你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我爸，
周家的家主，我爸现在可是大官儿，你要是敢对他动手的话，镇北王来了都救不了你。今天我给镇北王一个面子，不在他救援大典上动你，但是要走出这里之后，你们的命就进入倒计时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跟你们没有关系。叶倾城，等着小子死了，我再跟你慢慢玩。还敢惦记我老婆不记当是不是？那我再抽你一顿，让你长长记性。敢在镇北王的救人大典上动手，现在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就算我周家不动手，镇北王来了，你就死定了。这个灾星，这是镇北王的救人大典，你竟然敢动手！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要死别来念我们！赵云阳，周家主可是帝都大官，就算镇北王不会降罪，等救人大典结束，周家主会放过你吗？你还不赶紧给周家主下跪，求他开恩！给他下跪，他受得起吗？周家家主，帝都大官，在我眼里不过是小吏而已。他应该给我下跪，求我开恩，否则周家将不负责。什么？让我们给你下跪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啊，真是破罐子破摔了，你又怕被人笑话。现在是你得罪了我们，我们有权有势还有钱，你有什么？叶家，我们周家碾死你们叶家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，现在谁都保不住。赵军阳，你疯了吧？这可是镇北王的位置，你简直是胆大包天呀！连镇北王的位置都敢坐，你这是在作死，老天爷都救不了你！巨阳哥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赶紧起来！有我在，就算镇北王来了，他也不敢走，只会恭敬的给我们让走。好他的狗胆，连镇北王都敢侮辱！普天之下，除了国主和龙帅之外，谁敢在镇北王面前放肆啊？还不给我滚！爸，你就让他作死吧。你说等镇北王到了，看到他坐在他的位置上，会怎么惩罚他？良言难劝，该死鬼呀！赵军阳啊，赵军阳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怨不得别人。清朝，咱们赶紧走吧！我看这小子是疯了。要是镇北王怪罪下来，会连累我们叶家的。现在跟他撇清关系，我可不想死啊！我们赶紧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走什么走？你以为你们现在还能走得了吗？我们不认识他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人做的，他就是个疯子。周少，你放我们离开吧，我们不想死啊！星辰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跟着周少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赵军阳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，得罪了镇北王，现在就算青龙大人出面，也救不了你们了。要我说啊，你现在就跟赵军阳划清界限，然后跟着周少，叶家自会安然无恙。清城，沈少说的对，现在你就站在周少旁边，有周家在，镇北王不会为难我们的。叶京城，这可是你们叶家最后的机会了，你要是再不好好珍惜的话，叶家就只能相和离。倾城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周少都答应了，你赶紧过去啊，快一点啊！你真要让我们叶家回到赵军阳手中吗？有我在，叶家无恙。今日之后，周家毙命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口出狂言呢！青龙战将到！拜见镇北王，青龙战将。镇北王，恭喜恭喜啊！今天啊，本来是大喜事一件，可惜啊，有人他不知死活啊，竟敢坐在您的位置上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，狂妄至极啊！他，镇北王，这小子居然坐您的位置，见到您来了也不参拜，简直就是目中无人，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！这样的人一定要严惩。赵军阳，镇北王和青龙大人来了，你还不赶紧滚下来跪下磕头？哼，我看你真是找死啊！连镇北王的威严都敢挑衅，我看你还敢不敢嚣张？镇北王，青龙战将，我丈夫他只是一时糊涂，还请大人们恕罪，我马上让他起来。镇北王动怒了，要亲自教训这小子，
这小子完了。敢对镇北王不敬，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镇北王可是沙场的杀神，跟随龙帅征战沙场多年，境外敌军闻之都要闻风丧胆。这样荣的罪名，怎能容他人践踏？完了，这次可真的完了！赵君阳，你害了我们家京城，你害了我们叶家呀！妈，天灭我叶家啊！不是天灭，是镇北王要灭你。你们不是咎由自取吗？叶京城，你不是很硬气？你现在只要跟我求一下情，我说不定还能帮你一下，和我叶家无恙。倾城，你还不醒悟吗？现在赵君阳必死无疑，我们除了求赵家之外，别无选择了。你真忍心我和你妈还有你爷爷被他害死吗？你再犹豫的话，就没有机会了。等赵君阳一死，下一个就是你们叶家。卑职参见龙帅。起来吧，见龙帅。建北王，你背他干什么？他就是叶家一个上门女婿啊！瞎了你这狗眼！你老子这大眼看清楚，他就是神龙军的龙帅，我的救命恩人。你刚才还想要杀他？这怎么可能？镇北王，你一定是认错了，他怎么可能会是龙帅？他是不是龙帅？难道我还不清楚吗？周龙卫，你好大的狗胆啊！竟扬言要杀龙帅！我说最近上面怎么说有人要对付龙帅？原来是你周家在密的谋啊！龙帅饶命！我真不知道您是龙帅，不然给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对你不敬啊！刚才不是挺嚣张吗？要杀我，要灭叶家，现在怎么这么怂？哎，我还真喜欢你们父子俩狂傲的样子。龙帅饶命！龙帅饶命！是我该死，我没有认出您的尊容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周家意图谋反，镇北王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理吧？周家欲杀龙帅，意图谋反，其罪当诛9族。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带下去，就地正法。龙帅饶命！龙帅，我再也不敢龙帅，龙帅饶命！龙帅，沈家和周家走得很近，也要谋反吗？龙帅，你明察！龙帅，你明察呀！沈家和周家没有任何关系，请龙帅饶命啊！之前就是你给我下的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你不珍惜，拖下去！沈家，包家，饶小子吧，龙帅！龙帅，龙帅！君阳哥哥，你真的是龙帅吗？对不起啊，倾城妹妹，瞒了你这么久，我早就厌倦了厮杀的日子，就像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回到我妈身边，给我妈养老送终。没想到还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所以你一直都知道自己不会有事，还让我们这么担心。你今天晚上不要回家了，在这里好好反省一下。大家都看着呢，小声点。嘿嘿，